20国集团外长会后，美日印澳排他封闭的小圈子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外长会于3号召开。其会后的联合声明虽未直接点名中国，但影射成分十足。对此，中国外交部也呼吁有关国家要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而此次20国集团外长会，美国及其盟友不给印度面子，执意将俄乌冲突问题引入会议，让印度火大。而缺席G20外长会的日本外相林芳正3号却出现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上，这一举动也让印度方面很失望。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声称，反对核武器的使用以及威胁。与此同时，坚决反对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面临的挑战或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新加坡联合早报称，尽管联合声明并未点名中国，但四国显然把矛头指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号表示，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立场。我们一贯认为，国家间开展合作应当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应该搞排他封闭的小圈子。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多做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的安全和互信，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是日本2007年牵头组成的多边组织，中方对该组织一直抱有疑虑，指它意图建构冷战，针对其他国家以及围堵中国。美日印澳四国则否认对中国怀有敌意，强调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不是军事联盟。从今年的声明来看，它涉及到了全球，也涉及到了地区，那涉及到了安全问题，也涉及到非传统安全。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会充当美国在印太地区为核心的那么全球盟办体系建立的一个这个机制化的作用。当然，我们也说中美现在这个博弈是整个影响地区全球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它遏制中国的这个目标没有变，但可能议题会进一步的增多，反而需要它以一种更加开放啊，或者更加包容，至少是表面上更柔和的一个姿态出现在这个世界面前。日前举行的G20外长会本该是一场聚焦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议题等相关议题的会议，却被俄乌冲突问题带偏，也让G20轮值主席国印度与美日的分歧难以调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方在会上激烈争吵，以及最终流产的联合声明，都在向外传递着一个信号：这是一场变了味的G20外长会。有媒体分析称，G20是印度今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印度向来以自己平衡关系的能力而自豪。原本印度希望利用东道主的机会，呼吁各方关注减轻贫困和气候融资等议题，但俄乌冲突议题挤占了原先计划的议题，这让印度感到沮丧。而美日对印度也很失望，印度始终不愿直接跟随美西方谴责或制裁俄罗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的联合声明只在第6条中泛泛提到，四国一致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立足于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以及各国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原则，但却没有直接点名俄罗斯。有分析认为，印度可与其他3国讨论俄乌冲突问题，但绝不接受跟随美西方谴责制裁俄罗斯或与俄切断能源、国防领域相关合作的要求。这可能也是四边机制这个小圈子发展的上限。如果美国竭力撺掇四边机制加大对华遏压，这个小圈子或许也将面临类似的上限。它实际上也会顾及到像东盟国家、南太国家的一些担忧，因为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大国之间选边站，希望保持大国平衡。如果美日印澳过于的强调遏制中国的话，反而会在地区失去一些支持，或者是缩小它地区的影响力。所以我目前来看，我自己的判断来看，就是它目前到未来一段时间仍然会保持这个相对我互动频繁，但是不会完全机制化，也不会凸显一定要以遏制中国为唯一目标的一个这种性质。此外，日本外相林芳正缺席此次印度主办的G20外长会，但第2天却现身新德里，出现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上，也引发舆论关注。对于林芳正无法出席G20外长会，日方给出的理由是其需要参加国会2023年度预算案审议。但朝日电视网报道称，林芳正1号和2号在参议院接受质询的总时长仅为1分54秒。林芳正的做法引来了印度和日本国内的批评。印度政府表示，日本作为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外相缺席此次外长会令人难以置信，这对日本外交来说是一种损失。
印度一名官员称，林芳正缺席将对日本外交产生负面影响，并给人们留下日本只重视 G7 的印象。日本国内一些人也担忧，此举会惹怒 G20 轮值主席国印度，破坏日印关系。时事通讯社认为，今年日本、印度分别是7国集团和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日本有意借机深化与印度的合作。但日本这次只派外务副大臣出席 G20 外长会，无助于日印关系发展。还有人质疑，日本根本不重视多边合作，只想搞小圈子。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日本外务大臣缺席印度主办的20国集团外长会，却在第2天出现在了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会议上。您对此有何解读？主持人好，日本外务大臣的日程究竟如何，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喜欢通过小圈子来凸显自己的国际身份地位，已经不是1天2天了。20国集团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协调全球经济合作的还是7国集团，清一色由发达国家组成，而日本是7国集团的初创成员国之一，也是亚洲地区唯一的成员国。日本长期将此视作领导亚洲，或者至少是在经济上领导亚洲的象征。但自本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被发展中国家赶超。尤其是无力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证明了传统上由发达国家垄断的经济协作平台已经明显无法适应新的全球经济治理需求。于是，在2009年，20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 G20 取而代之，成为协调全球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但这不可避免地打破了日本对自身所谓亚洲领导者的定位，弱化了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所以回到日本此次缺席20国集团外长会，却参加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会议这件事情上，它背后有着明确的连续性，那就是日本对于小圈子的无限热情。在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中，日本是1/4，还像7国集团一样是东亚的唯一，是美国的西太平洋构建所谓印太秩序的关键抓手。而在 G20 里，日本不过是1/20，注定是中美俄大国博弈的陪衬。因此，日本会厚此薄彼，也就不难理解。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说过，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一个只有战术而没有战略的国家。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给予了日本更高的国际身份地位。美国将日本标榜为自身意识形态和地缘安全上的重要盟友，但就像鱼钩上的饵料一样，每一份馈赠的背后都早已标记好了价格。在中国崛起的新秩序面前，不甘心的日本选择向美国靠拢，选择嵌入美国的遏制战略之中。这个选择在战术上无可挑剔，但在战略上却将日本置于了一场豪赌之中。去赌中美对抗永远没有尽头，而日本也可以永远在这样的对抗之中得渔翁之利。终有一天，日本会为这样的选择付出代价。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在4方安全对话机制会议上表示，只要中国信守法律以及国际准则，其行为符合国际机构标准，那么在中国与4方安全对话之间不存在冲突。您对此有何看？我不敢说这是我在国际政治上看过最幼稚的一句话，但也相差不远了。林芳正这句话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判断结构，只要那么。但问题是，谁来进行这么一个判断，去判断中国是否信守了法律和国际准则？谁又来判断中国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机构标准？4方安全对话机制吗？按照美日印澳的国家利益标准吗？那这句话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中国服从于美日印澳，那么在中国与4方安全对话机制之间也就不存在冲突呢？相较于林芳正，美印澳3国对于中国的表态则更为精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4方安全对话的目的不是阻挡中国的崛起，我们的目的是提供一个选项，一个积极的选项。澳大利亚外长表示，我更愿意思考我们支持什么，而不是反对什么。印度外长苏杰生也谈到，
我们提供选项，集体提供完全不同的东西，但究竟是一个什么选项？这个选项又是否包含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诉求，则完全没有说明。实际上，美英澳三国外长想表达的很简单，那就是向中国喊话：即便四方安全对话明确以外交和军事层面的交流来所谓迎接中国的挑战，但他们这个小圈子对中国依然是没有威胁的。中国不应对四方安全对话感到忧虑。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中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组建中加墨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进行密切的军事互动，然后中国对美国喊话，要求华盛顿不应对此感到忧虑，美国会怎么做？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假设，然后指出，美国会像冷战时期应对苏联一样，紧紧抓住门罗主义，采取哪怕是最为激烈的回应。事实上，不要说中国在西半球组建所谓安全对话，就连南美洲国家出现反美政府都会遭到美军的镇压。比如说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再比如说1989年入侵巴拿马。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重点从来不是我怎么想，别人该如何倾听我的想法，而是我的行为会造成别人产生怎样的解读。组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日英澳是怎么想的，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被作为直接针对对象的中国人是怎么想的。如果美日英澳不希望和中国就四方安全对话产生冲突，那正确的做法只有一个：尊重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要以任何名义在中国的容忍极限上做文章。正如中方一直以来对于美方在两军所谓近距离接触上的告诫，唯一的安全守则就是与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等一切利益关切保持合理距离。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4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亮相的大会新发言人王超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会上公布大会议程共有9项，包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等6个报告，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选举和决定任命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这次大会将于3月5日上午开幕，13日上午闭幕，会期8天半。大会发言人王超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8个方面初步安排了35件继续审议和初次审议的法律案。这8个方面包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绿色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等。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环节时，王超就10个国内外热点话题进行了解答。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有关中国今年国防预算的问题时，王超表示，国防费的增长既是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也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增长幅度也是比较适度和合理的。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军事的现代化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反而是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对于香港国安法出台2年时间，全国人大如何去看法律的实践成效的提问，王超表示，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是一国两制实践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香港民调显示，75.7%的香港居民对国安法实施的成效感到满意。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作出解释，阐明了相关条文的法律含义，明确了解决有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及时妥善解决了香港国安法实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对于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记者提问称，去年中国全国人大公布了对外关系法草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中国外交是否会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王朝回应表示，一些国家出于私利，频频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对外国实体和个人进行肆意打压，这种做法和霸凌行径被国际社会普遍批评为长臂管辖。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损害，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对于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侵犯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我们在法律中作出相关规定，予以坚决反制，是正当和必要的。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10年来，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累计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持续深化拓展，为各国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有个别国家质疑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引发债务风险的提问，王朝回应说，根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统计，中国不是非洲债务的最大债权国，多边金融机构组织与商业债权人在非洲所持债务占非洲整体外债的3/4，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头。开展“一带一路”合作，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也从不谋取任何政治私利。在“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这个重要的历史时点上，我们愿意与共建“一带一路”伙伴一道，回顾成就，总结经验，规划未来，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王超曾有在外交部、商务部任职的经历，特别是2013年，他出任分管欧洲地区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是当时外交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对于在美国因素、俄乌冲突等背景下，中方如何推进与欧洲的关系，王超强调，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战略分歧和冲突，有的是广泛共同利益和长期积累的合作基础。希望欧方同中方一道，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对话合作、扩大贸易和双向投资，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作为全国人大会议的第9位新闻发言人，王超在今年的发布会首次亮相。在他之前，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发言人，分别是曾涛、姚广、周珏、曾建辉、姜恩柱、李兆星、傅颖、张业遂。他们大多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或曾从事新闻宣传工作。随着中国进入两会时间，国际各大媒体纷纷将目光聚焦北京。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也是新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首次会议，将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人大政协领导层。据美国亚洲协会网站报道，随着中国调整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观察人士和外部世界都在寻找有关中国政治和经济未来的线索，人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1年1度的中国两会上。报道认为，今年的两会尤为重要，因为它将见证中共20大战略部署的制度化落实。报道说，今年两会很可能将反映出对经济、安全、技术和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的重点政策关注。英国卫报网站也认为，两会是了解中国未来1年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本次两会还是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政策之后的首次。外界预计会公布重大经济复苏计划，从中也可以窥见中国未来1年的一些政策走向。两会将公布怎样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外媒普遍关注的焦点。俄罗斯消息报网站3号报道说，在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努力促进消费和刺激生产活动的背景下，外界对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发展预期变得更加乐观。摩根士丹利、高盛和渣打银行等全球金融机构则预计，中国经济2023年将增长5.5%以上。路透社引述多名专家的预测称，多数专家把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设在5%至5.5%之间。有专家甚至预测，中国今年 GDP 增长目标可能达到6%。这些数字比几个月前乐观得多，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在增强。The most highly anticipated thing out of these 2 sessions is the growth target. There is a lot of debate here on the ground, even among analysts here, about whether China will set a more easily achievable 5%
5% target or a more ambitious 6% target. That would be a bit of a stretch, but it would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bring in more pro-growth support policies, and it would inject more confidence into the economy. 此外，在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的背景下，鼓励科技创新以掌握在先进技术方面的自主权，预计也将成为两会焦点议题。欢迎进入大使的见证。党的20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是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世界各国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又将为世界带来怎样的机遇？在首期节目当中，与我们一起见证这段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的是以色列驻华大使潘启瑞。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henzhen. 潘启瑞是中以建交31年以来第9位驻华大使，他与中国渊源颇深。40年前，潘启瑞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中国研究专业，学习过中文和中国政治、历史、文学。上世纪80年代，潘启瑞曾在以色列驻香港领事馆工作，见证了以色列致力于与中国建交的全过程。而在建交后的90年代，他又被派驻到北京，担任了2年驻华公使。But definitely, since I served here 30 years ago,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ountry, and I'm always very much astonished to see the construction, the infrastructure, the pace of this country, the energy that emanates from everywhere you go. 上任不到2年，潘启瑞已经访问了中国超过10个省份。看到东方古国发生的巨变，潘启瑞感慨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研究中国的发展路径与中国保持同步，是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重要工作。I'm not quite sure whether you know it yet, because we are now in our 14th five-year plan now. So, do you think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Israel enterprise that work in China? We try to somehow synchronize what we do in China with the 5-year plan, and we investigate the 5-year plan targets in any province that we work in. We try to direct our activities to the targets of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5-year plan of each province and each municipality. 对于中共20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潘启瑞十分关注。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这意味着中国所拥有的更大市场、更多人才、更好技术，这些红利将与世界共享，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发展机遇。We are a country of fast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this is where China is heading to, right? So these policies synchronize each other, and we can definitely try to develop new technologies together as well. Not only China trying to sell technologies to Israel or vice versa. We can develop new technologies together. So the path is quite clear to us, because we are all also marching in the way of modernization, and for China as well. So definitely plenty of room for collaboration. 以色列被誉为中东硅谷创业之国，而充满活力和创新气息的深圳与以色列气质相似，早早吸引了潘启瑞的目光。2021年，刚刚履任驻华大使不久的潘启瑞就来到深圳，访问了2家高端智能制造企业。这次是潘启瑞第2次访深。And so how about the cooperation? Because we know that both Israel and Shenzhen, these two sides, are well known of its technology, and both are high-tech development areas. So I also know that we have a joint center, like Israel-Shenzhen Cooperation Center in Israel, right? So how's the cooperation going? Yes, Shenzhen is the innovation hub of China. It's the Silicon Valley of China. Israel is a country of great innovation, a lot of startups. Something like at any given time there are 8,000, 9,000 startups, yes.
I visited a couple of companies, new companies that we thought have not had any contacts with Israel, but apparently I realized that they already have contacts and collaboration with Israel. One was in the medical field, yes, and the other one in water. So these are important visits because we get to know the economy of Shenzhen and we get to know the people, the major players. How's the trip in Shenzhen actually? Very nice, very short. I should come back. 3月4号下午，全国政协14届1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得益于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优化，时隔3年，委员不再和记者们隔着大屏幕，而是面对面接受提问，现场回应百姓关切，积极建言献策，展现履职风采。 在首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中，有8位全国政协委员走上通道与记者面对面交流。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党委书记、馆长吴向东，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型号总设计师唐长红，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委员教授蒙曼，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华山医院教授张文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以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理事杨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型号总设计师唐长红表示，今年是运20飞机首飞10年。去年 C919大型客机圆满完成全部试飞任务，与运20、C919比翼齐飞的还有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作为一名航空科技工作者，他深深意识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是当祖国需要时，想干就能，想用就有。大飞机的研制 是国家综合能力的体现。我所亲历的运20飞机的研制，5年首飞，8年交付使用。有呢，国外的同行问，这样的奇迹你们是怎么做出来的？说实话，它的密码真谛就在于自立自强。 自主创新，那么在打造大国重器的征程上，我们探索创新的步伐不会倾斜。航空报国，不负重托，我们必须也一定能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旅游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谈到，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国内出游人数达到3.08亿人次，创造了3758亿的旅游收入，旅游业再次迎来了开门红。 戴斌还介绍，前不久，中国和马尔代夫签署了互免签证的协定。目前，我国已经与150个国家签署了互免签证协定。可以说，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说走就走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多。从1999年国庆黄金周开始，特别是过去新时代的10年，中国正在加速进入大众旅游的新阶段。2019年，我国国内出游 超过60亿人次，还有1亿5500万的出境旅游。可以说，旅游已经进入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随着“十四五”规划的落实和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优化，我们贯彻落实党的20大部署，坚持以文树旅、以旅张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可以说，旅游业振兴发展的前景一定会更加广阔。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华山医院教授张文宏坦言，3年新冠疫情能够走过来非常不容易。党中央因时因势数次调整防疫政策是关键，使得我们避开了几波致病率非常强、致死率非常高的疫情流行。在这期间，基层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承担了巨大的抗击疫情的工作，他们也是我们走出这一波疫情非常关键的力量。现在我们进入了疫情舒缓的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也是我们国家在继续强化我们基层卫生体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节点。在这次疫情以来，
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机制在处理疫情方面经验丰富，也有更多的我们的手段和对策。所以，对于未来我们打造一个评级转换、张弛有道、三网联合，特别是我们3级医院跟基层卫生医院，既给它赋能，又能够发挥这种相互作用的分级、分层、分流这样一个联系的一个体系。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的整个的社区基层的医疗卫生体系就会成为很有弹性，又会很有韧性。委员通道和代表通道始于2018年全国两会。委员通道设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北侧，在20多米长的通道上，来自不同界别、不同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与中外记者近距离接触，直接回答社会关心的话题。2020年因新冠疫情防控，采访活动以网络视频的形式呈现，采访活动也转入新闻发布厅举行。2021年和2022年，委员和媒体记者也是通过大屏幕进行提问和交流的。今年委员通道终于再次恢复面对面。